海是烟台人最好的医美。我感觉我北漂将要失败了，所以我计划回老家发展。但是当我真的到了老家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想要在烟台找到一份工作，比在北京还要难。女演员混不下去影视圈，要么回老家，要么下海。我现在回老家下海。大家好，我是北漂4年宣告失败，最终回到老家的女演员雨舒田。如果你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那我建议你千万不要北漂，也不要轻易进入影视圈，因为你到头来很可能像我一样一无所有，两手空空的回到老家。其实，在我勇闯影视圈的这半年，就受到了很多的非议。既有网友和我说，像你这个样子，30岁还没有火得起来，不如赶紧回老家。家人也经常跟我说，烟台这么大，总能找到一个对口的工作。然而我自己非常的清楚，我学的这个专业，一旦回到小城市，就真的只能下海给大家看。回烟台之前，我做了1个月的攻略，问了很多烟台当地的协拍和影视公司，心想现阶段到处都在拍短剧，我回烟台至少能够入职一家短剧公司，继续做演员吧。然而业内人士向我透露，全烟台仅有3家短剧公司，平均2-3个月才拍1部短剧，而烟台的演员通告群也可以实现一整个周没有一个正经通告发出来。所以我清楚的明白，一旦回了烟台，就意味着要告别影视行业。我决定陪他一起下海。对于山东人，尤其是烟台人来讲，最体面的工作就是考公和考编。而对于我这种在北京线下的小剧场里演了3年的话剧，回到小城市之后，就相当于在大城市的歌舞厅干了3年一样，根本找不到接盘侠。看来传媒行业在烟台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婚庆，毕竟现阶段唯有山东的年轻人还热衷于结婚。可我在烟台待了没多久，就发现一个更残酷的真相，那就是我跟烟台似乎8字不合。我们一来烟台就遭遇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故，可能老天正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不管多难，你们都要继续飘下去。所以经过我的深思熟虑，我决定要不去青岛了，烟台真没有。毕竟青岛有更多的影视公司和影视基地，我手里也有一些可观的青岛演员通告群，里面也有一些有效的演员通告。吃完这一顿海肠捞饭，我们就要启程出发。希望我在老家旁边的城市青岛成功就业，为了自由，加油！